History 3那一天自开播以来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剧中角色之间的深厚情感与精彩剧情吸引了无数的观众。然而，随着剧情发展进行到尾声，主角车祸过世的情节让粉丝们措手不及，而这段悲剧性的结局也引发了观众对台湾耽美剧的信心危机。嗨，是平安喜乐，我是小乐。这一集节目呢，我们要聚焦在那一天的结局，探讨这样的悲剧故事是否符合耽美观众的期望，以及它对台湾耽美剧后续所带来的影响。那一天的剧情里一开始充满了甜蜜的桥段。宋伟恩所饰演的校园霸王向豪庭，在因缘际会下结识了由黄俊志所饰演的高冷学霸于西固。他们在平凡的校园生活中，从不打不相识到相知相爱，两人共谱一段浪漫恋曲。然而没想到到了结局的时候呢，主角于西固竟然因为马岩的过程中车祸去世，这样悲剧的转折让许多观众都无法接受。不少粉丝在论坛上表达有台腐 PTSD，甚至有粉丝表达说他对台腐失去了信心。下面我就整理了一些网友当时的评论：于西固苦命了一辈子，好不容易苦尽甘来，你就给他死掉！车祸车祸车祸，一天到晚都是车祸，你就算要弄死他，也找个更好的理由啊！7天了，我还在疗伤嘞，太残忍了吧！要 B1 好歹把故事说好吧，超尴尬，超突然，超莫名，我觉得不行。不是写 BL 剧就不要打着 BL 剧的名号骗人啊！真的很可恶用假 BL 赚腐女的钱。看到这些情绪反应直接说明了耽美剧粉丝对于 Happy Ending 的深厚情感依赖，同时也相当重视剧情发展的合理性。这样的结局是否符合耽美剧的情感价值呢？这应该是大家重伤最严重的一部戏吧。其实马岩是蛮多看台腐人心中的痛。其实我站在粉丝的立场，我那时候看完18集的时候，我也是骂了三字经没有没有。其实我心里面是能理解，BE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它太奇怪了。我那个时候的感受度就是，你是为了 BE 而 BE。耽美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日本漫画和文学作品中，它是以描述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题，并在全球发展成一个深受粉丝喜爱的文化。耽美作品通常强调角色之间深刻的情感连结，大多采用 Happy Ending 的方式作为故事的结尾。这样的情感深度呢，通常能满足观众对纯爱的寄托，而 Happy Ending 呢，更是许多观众的心灵慰藉哦。我觉得是不合理，因为它那个整个的故事的顺畅度跟逻辑，我觉得是画蛇添足。我们喜欢看腐剧，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在腐剧里面找到那种我们心里面喜欢，然后觉得很美好的爱情故事。我相信很多人想看 BL 剧或是想看爱情剧，某种程度上是想要微微的逃离现实。打开那一天，其实也一定是这样的心情嘛。好不容易盼到他们在一起结果后面就是突然一个猝不及防。因为这个悲剧它其实中间的过程完全没有铺陈，我觉得啦，然后也很突然。我不会排斥 BE， 也就是 Bad Ending 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 Bad Ending 要有起承转合，或是你要有循序渐进。粉丝的心态可能会觉得，或者像想要吃一颗糖果就打开来吃，天啊超苦，没有符合就是我们的追剧的预期。毕竟耽美对某些人来讲，它就是偶像剧的延伸，只是它变成了男。有人会说，我的人生真实生活中已经够苦了，你为什么要在 BL 剧或是偶像剧中给我一个更苦的结局呢？所以这对于这个剧种来讲，好像真的会影响到制作方他不想要走 bad ending 这件事。这个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用故事线来看这件事情，它其实太突然走到这一步，喜欢看甜宠的这一群人，不见得耽美我觉得未必能够接受。这个也是一直有一些前辈们一直提醒我们的，就是你不要走 BE 因为你应该会被骂死。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是，大家不管是在看甜宠剧或者是在看耽美片，其实要的是留下心中那一份幸福跟美好，因为人生其实已经满满的遗憾了。对，我需不需要在当一个观众的时候还去参与这个遗憾，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不见得是耽美片要思考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台湾的剧也好，或者是我们在看韩国的剧也好，我觉得都会走向一个就是
疗愈你心灵、甜美而美好的 ending 来做一个收尾。我们先从创作者来看，我相信小邵老师他一定有他自己对这个故事诠释的想法，为什么他要走悲剧这件事，他想要跟观众分享的东西。我一直觉得作品的完成，它除了作品本身以外，还有包括观众的审美跟回馈。他的作品他说出了他想说的东西，接下来就是观众回馈的部分了，它是一种创作的选择。其实我还蛮喜欢悲剧的，比方说像历史名剧《监之器》，它就是一个悲剧的设计，故事有悲有喜，真的是一个选择，真的是一个选择。我现在回头看因为那几年确实台剧很想要讲很现实啊、很议题的东西。那几年刚刚也是什么《与恶的距离》出来，感觉台剧又要再起一波的那个时候，所以大家都还蛮想要在戏剧里面放议题性啊，然后讲一点什么生命无常啊这些。其实我们有看过很多国外的耽美剧，也是有走 bad ending， 可是它 bad ending 的非常的凄美，它可以留下很多的余韵。哎呀，监之器，我跟你讲，经典要看。我觉得 bad ending 不是坏事，要故事说得好，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那一天的编剧曾经提到过，他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不是写 BL 剧，而是写正剧。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对耽美受众的不尊重，有些人也会觉得说，是不是编剧对于耽美的受众不太了解呢？我当时是有点错愕引发粉丝的反弹，或是大家会有点质疑，是感觉他可能会有点歧视嘛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会去碰触这样故事、制作这样故事的人，都是为了平权更好嘛。我在猜是不是所谓的自我实现，想要试试看在那个 BL 里面来个 BE 会怎么样。我觉得他在写之前一定是也做了蛮多功课的。然后我记得这个编剧以前也写过，在一些偶像剧里面塞入过这种男生之间很纯的情愫，像两个爸爸应该是同样的编剧，对，我相信他是理解这种男生跟男生之间这种浪漫情愫，也很会写，但是可能就是稍微忽略了腐女这个族群的真实的感受。耽美当初之所以会发展出来，它是由腐女把她想要看到的故事，用两个男生之间的纯爱的方式所呈现出来。刚开始是以女性性向为出发点嘛，然后她就是要超越现实。那我们现实就是有老公有小孩的时候就是很苦嘛，那你就是想要在那个戏剧中得到了一些救赎。它跟同志文化不太一样，它其实是腐女心目中的美化的幻想，对爱情的幻想。没有人想要自己的爱情故事是 BE 呀。大多数的粉丝其实还是喜欢看 HE， 听到 BE 就不会去看。我有一些粉丝会有这种回馈。其实我当编剧到现在，我也受过编剧脑袋被闷夹，还是会说剧本配不上演员的演技。观众会一开始的时候喜欢这个故事，然后喜欢这个角色，从角色喜欢演员，然后喜欢演员之后回头说剧本配不上演员。如果真的是关乎我写作的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我是会去整理跟吸收，然后以在下一次的作品里面去调整。常常会有人问我说，你佩瑜你的代表作是哪一部？我都说永远在下一部。当今天讲了什么东西是代表作的时候，代表你的天花板到了。我觉得我们永远没办法达到100%完美的剧本，因为我们永远有一个完美理想的标准在那里，我们就是努力减少跟它的距离。可能因为那一天这个事件，然后后面的人他要拍 BL 剧会特别再多做功课，会比较倾听就是粉丝的意见，然后也开始会办蛮多的线下活动，终于了解说我们不是只有做作品我们其实还得服务这样的一群粉丝。听到你们不喜欢的地方，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要辩解？会有，但我们会先检讨首映会、映前的直播，还有映后的直播这件事情，其实都是一直在跟粉丝的互动。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app 出来叫什么 Club， 那一次就是我那个一直在拱乔姐跟江上去讲制作面还有创作上面的分享，因为我觉得从那个里面可以让观众听到很多细节中的细节。后来我发现在直播上面大家还是很喜欢看的是主副 CP 的互动，我们在前面的功课跟演员的功课也好，拍摄完毕也好，他们要开始进直播之前，我们其实都会开始有一些跟他们的 talking， 会让他们去分享比较多在制作上面的这些 detail。 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去用手机去记录事情的人，还是会比较朝制作面的方式斟酌的分享一些东西出来，其他部分大部分就是会剪成花絮。之前我们也有想过，就是说这些东西在剧本书后面可以有一个后记，或是当他有 DVD 的时候，他可以把它烧在后面。我以前17岁开始写小说嘛，那有一度时间我
遇到一个小说的低潮，就是我其实不知道读者想要看什么。然后曾经就是听着出版社编辑的建议，告诉我说该往哪里写。可是那样的创作过程中是痛苦的。我后来发现，如果创作者本身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故事，其实很难带动看的人，不管是小说的读者或是影视的观众。我会怎么样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用一个让观众喜欢或接受的方式去诠释。我反而思考的是这个东西，还是会回到角色，就是你希望这个角色的曲线到底要长到什么样子。像我们最近也是在开发一部，所以我们其实常常一直在撞击的，就是我不能因为甜而甜，我觉得要因为这个人设，他会撞到什么样的事件人物，这件事情是我们在做整个故事的时候的一起的考量。每一次在讨论的时候，那个弧线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不会去虐在 ending 的地方，编剧上面或是在整个过程是你要怎么样让故事拉着大家悬着，一直跟你到最后一集，一起被疗愈，一起想要站起来拍手，耶，你们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如果有要硬要这件事，就表示在故事跟剧本端已经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往前跳。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写剧本，或者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都想着要突破现有的套路或者是格局。可是后来我前辈跟我分享说，老梗要玩出新把戏，这个东西才叫厉害。我觉得梗啊，到现在2024年的现在，其实大部分都被前人给开发光了。怎么样在老梗里面加上现今的价值观或是你的观察放进去，然后开出一朵花，我觉得这是创意的所在。因为我们活在当下，我们有现在的观点，2024年的观念跟2000年一定不一样。创意是在有限制的范围底下被激发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一个新的，我们希望把奇幻的元素带到这个奇幻浪漫爱情这件事情，把它加进来的时候，大家就会有点猜不到。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打破这个所谓的公式上面的问题，至少我们不要去做到所谓的换汤不换药，没有background的甜，我们一直在打破的是这件事情。现在在故事都会一直往 inside 走，如果有共同经历或是有感触的人，他其实会有很大的共鸣。所以我刚刚讲人设上面，就把人的部分做很大的深化。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因为我觉得 BL 已经太多 happy ending 的东西，大家会开始腻了吗？会不会有点倦怠感？那也许 bad ending 也是另外一个剧的发展延伸，不是个坏事，只是说你必须要好好的讲故事。其实我还是要再强调 BE 不是不可以，要看拍的好不好。你没有说故事的能力，你就不要去走 BE。当你故事讲得好看的时候，它反而会成为另外一个反向的推动。耽美的粉丝习惯看 HE 了，他们看到一个好的 BE， 他们会开始到处讲说，这是一个很好看的 BE。我有曾经看过一部日服，叫做《永远的昨日》，最后主角死掉了，故事的情节还有最后一幕的画面都还在我的脑中，所以它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当了制作人之后，我在想预算的时候，我就是要向宇宙下订单，对，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然后可以我们来去做更不一样的东西。可以的话，我也想写一个悲剧，说不定它是我的最后作品。为什么？因为大家的反馈说，希望他们长久在一起。我有希望自己可以任性一点，然后那个关键就是决定我收山的关键之作。如果大家说，不会，我们结束了，我在 BL 剧该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很喜欢听你们的 podcast， 是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没有什么利益什么的一个分享，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个市场跟大家想要看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曾经也有想过，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找这个耽美剧的观众来给我们意见，在剧情上面来讲，尤其在开拍之前，剧本端的时候就有点想要做这个跟观众之间的，对，现在目前筹备这部是有机会可以做这件事，因为它是台湾的 IP， 台湾的投资人，台湾的平台。我的驱动点不要是在对岸，我的驱动点也不要在别人，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是不是就有机会可以跟真正的台湾的观众去做直接的互动？那一天的结局事件让我们看到耽美剧在观众心中承载的情感价值。未来台湾的耽美剧是否能深入理解并回应粉丝们对故事结局的期待呢？不管是甜蜜的爱情还是深刻的情感，都能带给我们感动。深深的希望台湾耽美剧有更好的未来哦。最后，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主题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们的看法哦。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耽美时代，台服光影，我们下次见。